宋爷爷今天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不来看福宝的原因。宋爷爷和江爷爷对待去看福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对宋爷爷来说，宋爷爷认为这个时间段正是福宝和新饲养员建立信任的时期。宋爷爷认为，如果自己这时候去，会有些失礼，因为福宝这个时候看到自己，可能会影响福宝与新饲养员现在之间的感情建立。宋爷爷表示，这也是自己之前一直以来的工作习惯。之前宋爷爷在动物园工作时，根据动物园的传统，就是1年更换一次自己所照顾的动物。在照顾新动物时，饲养员之间是会避免在此之间去看以前所照顾的动物的。但宋爷爷表示，自己内心里是非常想去看福宝的，而且还有许多人担心福宝，所以宋爷爷表示自己是要亲自去看看的。对于具体时间，宋爷爷还在商议，可能会今年之内去看福宝。在这次宋爷爷的新书里，宋爷爷表示自己还跟宝家粉丝们道了歉，原因是宋爷爷在瑞宝辉宝小时候坚毅地表示辉宝性格温顺，瑞宝性格调皮。宋爷爷表示是自己错了，当时自己只通过片面的行动去理解。宋爷爷讲到，现在回想起来，瑞宝那时是有些内向的，而辉宝以前靠近他时总是会大喊大叫。宋爷爷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做事情真不能轻易下结论。宋爷爷还幻想，如果能和宝家成员喝杯酒的话，自己想跟乐宝喝一杯，探讨家庭计划。宋爷爷认为喝烧酒乐宝可能喝不惯，宋爷爷提议喝茅台。自从宋爷爷和乐宝、爱宝熟悉了之后，宋爷爷已经入乡随俗了，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中国的规矩办。乐宝赞美了数月的新家具，今天遭到了乐宝的第一次吐槽，只怪爷爷给木架留的缝隙太大了，窝头掉进去后，乐宝怎么拿都拿不出来。乐宝用手在小床的缝隙里抠了半天才抠出来一点，照这样下去，乐宝这小手的灵活程度，用不了几天就能用筷子。而卡在小亭子缝隙里的另外半块窝头，乐宝最后也没有将其弄出来，窝头从小亭子缝隙里掉了下去。江爷爷表示，之所以将新的小亭子留有缝隙，是为了乐宝在上面散热更好，坐在上面不会用屁股。虽然对于小亭子的缝隙没法解决，但江爷爷表示可以解决窝头太小的问题，等着给乐宝拿更多的窝头就好了。而福宝这里也遇到了窝头的烦恼。今天福宝虽然已经吃饱了，但窝头还没吃完。福宝拿着窝头在园区走来走去，完全不想放下，像是在跟姨姨们炫耀自己的窝头，同时想赶紧让自己小肚子消化，自己好把剩下的半块窝头给吃掉。福宝走走停停，因为窝头一直放在嘴巴里不吃，也是个费体力的活。力气大点，窝头就会碎；力气小点，窝头就会掉。福宝围着园区散了会儿步，来到了自己的山洞里，打算给这块窝头解决掉。这个山洞对夏天的福宝来说是最佳的避暑胜地。吃完窝头后，福宝又走了出来，这次是竹笋。刚才还被撑到吃不进窝头的福宝，这仅仅过了几分钟，不仅窝头被吃光了，还又炫了根大竹笋。大熊猫的消化能力真是个谜，谁让他们一天能吃40公斤的东西吧？1月份瑞宝和辉宝的礼物上线，今天2个爷爷都没有出差或去忙其他的事情，而是都在园区陪姐妹俩。原来前2天2个爷爷给瑞宝和辉宝冰冻的皮靴和大碗，就是为了今天。之前福宝时是只需要准备1个就可以了，但现在是双胞胎了，便不能再准备1个。这个也是2个爷爷准备玩具的原则，不管什么玩具都是双份。其实对于瑞宝和辉宝来说，根本不会去在意玩具是几份，就算做了2份，彼此之间也都会觉得对方的那个好玩，而去抢夺对方手里的。但对爷爷们而言，制作1份玩具或是2份玩具，除了感官意义上的不偏心以外，2个爷爷们更想让彼此在自己的玩具上留下属于自己独特的痕迹。例如，对于玩具爱不释手的辉宝，向来什么玩具都是拆个稀碎；而对玩具总是不温不火的瑞宝，向来都会把玩具保存得很好。这样既可以分清楚玩具是谁的，也可以通过姐妹俩在玩耍玩具时在玩具上体现的细节，感受姐妹俩的性格以及今天的心情。而今天的冰靴和冰碗，不仅瑞宝、辉宝喜欢玩，爱宝也很喜欢。这炎热的夏天，抱着冰凉的大碗，爱宝一整个爱住了。要知道，自从瑞宝和辉宝来室外后，爱宝为姐妹俩牺牲的太多了。爷爷们怕姐妹俩太小，没法使用冰床，于是便将爱宝的冰床搬走了。这炎热的夏天，爱宝没有了冰床。这个夏天，爱宝都是在饮水喷出的空调口前度过的。福宝小时候是福宝2岁的时候，爷爷们才给爱宝的冰床还了回来。看来爱宝这次也要等明年的夏天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冰床了。而此时，瑞宝抱着冰靴，爱宝抱着冰碗，姐妹俩导致爱宝的冰床没了，分爱宝1个冰碗不过分吧？难怪这2天没见宋3岁收熊，原来是去自己的新书座谈会了。
这次宋爷爷在自己的新书座谈会上分享了许多自己写书的心得以及保家背后的故事。宋爷爷表示，自己在写作时都是先选好照片，然后再去写文章，而这本新书是有关瑞宝和辉宝的，所以这本书的创作是在福宝离开之后进行的。主持人问宋爷爷，在瑞宝和辉宝之间更喜欢哪一只？宋爷爷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就像是在被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一样。宋爷爷表示，在自己照顾的这众多动物中，其实是有和自己性格脾气相投的动物，那就是当时自己照顾的黑猩猩。宋3岁和江爷爷自从福宝走后，心思一下就被带走了。之前福宝在的时候根本不会提到其他动物，而福宝走后，不止江爷爷经常去看自己的老朋友，就连宋爷爷也开始怀念自己以前和猩猩们度过的时光了。而对于瑞宝和辉宝，宋爷爷表示自己可能和辉宝更合得来，当然这不代表自己更喜欢辉宝，因为瑞宝的漂亮和魅力自己也很难抵抗，而且跟瑞宝和辉宝相处久了，慢慢会发现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许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就连味道，宋爷爷感觉自己已经有了熊猫的味道。另外，有读者读到书中，宋爷爷多次提到爱，问到宋爷爷平时对爱这个对象会经常思考和苦恼吗？宋爷爷表示，对我们来说，接收到爱很重要，但给予爱也很重要。我们在接受爱的同时，更要给予爱，这样持续下去。最后采访结束时，宋爷爷被问到，瑞宝和辉宝有没有在福宝走后继承一些福宝的东西？宋爷爷表示是有的，那就是福宝当年的体检台，而且还让瑞宝和辉宝体验了一次。不过除了采血台以外就没有了，其他的东西都在单独保管着，但会努力把饲养员们之前对福宝的爱传给瑞宝和辉宝。有这么可爱的辉宝天天跟在宋爷爷屁股后面，宋爷爷怎么还会继续碎呢？辉宝正在将碎掉的宋爷爷一点一点重新拼起来，每天有这么可爱的辉宝陪着，要是还沉浸在悲痛中的话，这就有点不给我们辉大王面子了。宋爷爷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宋爷爷现在每天也都在以最饱满的状态回应着姐妹俩，在陪伴姐妹俩当中，让自己一点一点从悲伤中走出来。瑞宝和辉宝轮番上场，姐妹俩轮着哄爷爷，这充实的生活让爷爷根本没有时间悲伤，这样宋爷爷就可以把对福宝的爱转移到瑞宝和辉宝身上了。而对于福宝的离开，不舍归不舍，但两个爷爷一直以来都是以正确的价值观告诫自己，以及用科学的知识对韩国粉丝们做科普。例如江爷爷讲的，因为大熊猫到了4岁左右的年纪，将迎来它们雄生的第一个重要时刻，而对于韩国现有的大熊猫，根本无法满足于福宝这个阶段的需要，所以如果这个时期福宝不回国的话，福宝反而会更加辛苦。而今年福宝对春天的到来就出现了轻微的浮躁情绪，内心的躁动让福宝难以克制自己的行为，而等福宝成年的那天到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而福宝需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福宝在这个时期回国，等合适的时间让福宝找到另一半，这样对福宝来说才是健康的。所以江爷爷表示，现在这个时期给福宝送回国是正确的。而宋爷爷也为韩国粉丝们讲解过，野生大熊猫从脱离妈妈开始独立觅食，接着到之后的繁育，这每一步都是需要按时去完成的。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没有按时完成，那对大熊猫来说是不好的。宋爷爷和江爷爷这也是在为韩国人民树立正确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而对于爷爷们而言，伤痛归伤痛，但两个爷爷的大局观从来没有变过，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办法，在现有的时间里去照顾福宝，让福宝去接受回国。